Hello， 大家好，我是六花罗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那个人是不是我的情敌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身边的假想敌们，到底能不能够威胁到你的地位？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葡萄汽水和太阳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柠檬汽水和信件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可乐和庭园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者是选择一种自己现在很想要喝的饮料。如果有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选择葡萄汽水和太阳卡牌的朋友，你心里面想的那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你的情敌？然后他能不能够动摇你感情的地位呢？我们来看看哦。OK， 我们来解牌吧。那解牌之前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这一段有重新收录过，因为刚才出了一些状况，那请大家多多包涵。那这2张是我刚才算的那一轮里面另外抽的结果的牌，那我就不另外抽了，我直接讲解。OK， 左边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于你的资讯，右边这个部分呢是你的假想敌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你的喜欢的人是怎么样子看你跟你的假想敌的。
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哦，这一张是你喜欢的人，他感受到的你，或是他觉得你是怎么样子。那这张是宝剑十，宝剑十呢，我会觉得，你可能在面对他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顾虑到他的情绪，顾虑到他的心情，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可能讲话太理性、太直，然后他有一种就是全身被戳很多窟窿，就是全身插满剑，然后倒在地上受重伤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就是你讲话比较直率，然后比较不会考虑到他的心情，这样子。所以他现在想到你，他就觉得就是倒在地上，倒在血泊之中这样子，有点可怜。好，那假想敌呢？假想敌，他是一个，他会觉得他是一个会聆听他，然后他会觉得假想敌是甚至是可以指引他一些正确方向，给他很多建议的一个导师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会觉得他很温柔体贴，然后对很多事情比较能够公平公正的去看待这样子。OK。所以就目前而言，我觉得对于假想敌的观感，你喜欢的人对假想敌的观感其实是比较好的哦。好，那接下来看一下你跟你的假想敌对喜欢的那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或想法。那我觉得出现这张死神的牌倒着，就会是你不希望你跟现在的你喜欢的那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动，就是你希望你们可以维持，如果你们现在是恋人未满的情况的话，那你就会希望就是保持现在这种暧昧的关系。那如果是你们已经交往了，或是已经结婚了，那你就会希望就是不要有人破坏你们这样子。好，就是维持现状。OK， 那接下来就是假想敌，他希望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怎么样子，可能对待他或者什么的。这一章呢，我会觉得他会希望你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就是百依百顺，然后宠他，然后就是什么都就是顺着他的那种感觉。OK， 好，所以就是希望你喜欢的人可以听他的话，然后可以就是对他好，然后不要对他针锋相对的感觉，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就是你的假想敌跟你们两个人是彼此怎么样子认为对方的，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OK， 好，我们看到你这边是女祭司哦，那我会觉得有两种可能。OK， 第一种就是你的假想敌可能是真的就是蛮有气质的，然后温文儒雅的、优雅的，然后而且是感觉起来就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或帅气的。然后感觉不会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是说外表，然后做事可能也比较有规矩规则，那比较温柔体贴的那种感觉。那另外一个比较暗黑的解释呢，我会觉得你其实是有点在认为他其实是有点绿茶这样子。
就是表面上好像很好、很 nice、很乖巧，或是表面上很体贴、很温柔，但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有种那种戴着假面具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对，就是有一点茶味这样子，你会觉得假想敌有点茶味这样 ，OK， 好，那假想敌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冲动，然后很多事情不会想的一个人就是好吧，他觉得你有点无脑这样子，然后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你有点幼稚，或者是优柔寡断，就是事情没有好好的，就是当下没有好好的马上就是做一些决策，这样就是优柔寡断。然后，最主要就是他真的觉得你不聪明这样子。好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接下来你的假想敌会用什么样子的行动来面对你，或是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对付你哦。魔杖10，我会认为哦，他接下来可能别人对他谈到你的事情，或是面对你的时候，就他都会觉得他都有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就是压力很大，然后跟你讲话很辛苦，然后或者是就是只要面对你他就头痛、腰痛、牙齿痛那种感觉。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例如说可能是上司，或者是有一些在职权上可以打压你的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一些无形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让你有点超出负荷的工作的量，或者是学习的量之类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压力的感觉。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关系的话，他自己会表现出来，就是说他从你这边承受了莫大的压力，然后我会觉得他如果就是有机会跟喜欢的人说，他可能就会应该也不会直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接讲，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透露出一种就是这个人他又来烦我了，或是这个人他又来就是有点是不是针对我呢的那种感觉。OK， 好，但我没有说他是演的或是装的哦，也有可能是真的哦。好，那这2张是结果，就是到底你心中喜欢的人比较喜欢他还是你？OK， 那在这一局的话，就目前的时间点而言，我会觉得他是比较喜欢你的假想敌的哦。OK， 那你有准备好吗？OK， 因为6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那我会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圣杯 S， 你看这2个人他其实感情很好，那所以我会觉得他们2个之间是有情愫、恋情跟喜欢在里面流动的，是有的。那而且我会觉得你喜欢的人其实是有对他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体贴，或是比较会给予他东西，就例如说会请他吃饭，或是会买一些东西给他，然后或者是比较会对他嘘寒问暖这样子。那你这边呢，我会觉得你喜欢的那个人，他对你的感觉比较像是一种征服，或者是想要凌驾于你的一个感觉哦。就是他想要成为你的王这样子，然后你就是要臣服于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他对于你的想法比较像是那种可能如果有牵扯到一点的喜欢的话，有可能是占有欲或者是征服欲。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感觉就比较不是那么的纯粹的一种心动跟喜欢，比较像是挑战的感觉。OK，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对付这个人呢？这很重要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个假想敌？如果我们想要尽量的在这个喜欢的人的心里面的分量，我们想要把它给加大，我们要怎么办？第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你一定要找别人帮忙，你不要孤军奋战。就你凡事你都要记得，你不要一个人去面对。如果你有时候要传讯息什么，有时候可以找自己的，例如说好哥们或闺蜜们帮你出谋划策。你不要一个人就直接就是很直率就打了讯息，然后就直接丢过去了。先不要这样，就是你可以先找一些人讨论。那再来呢，我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装傻，或者是装不会、装笨。出现这张牌，我会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例如说，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时候会太巨细靡遗的去看一些事情，或者是会去规划很清楚一些事情。然后导致可能如果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没有去做，或是他可能没有想这么仔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呛他说啊，这不是应该就是尝试吗？或是这不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没做？这样子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再来就是这宝剑6的话，我会觉得你有时候不要讲话，不要太据理力争。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不用追根究底，也不需要把一些东西全部都挖出来。可以理解吗？还是我要讲的更明显一点？OK 吗？好，那有时候我们其实不用跟对方辩到最后，争辩的辩这样子其实会比较好一点。那其实我们的 key card 也有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两个，就是太阳跟孩子太阳的话，我会觉得你在面对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保持正面的、开朗的、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正向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个氛围，然后尽量就是温暖的去面对这个你喜欢的人。然后尽量不要就是想太多，然后不要怎么讲，不要那么多的刺尖尖的，就不要那么的刺猬。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要再把你心里面那个柔软的地方这个部分其实有点重叠，就是你可能把一些就是可能你会啦，或者是可能你明明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可不可以就是稍微装傻一下，就是我不会啊，或者是那你帮我嘛，这样子，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 hold 着，然后不要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全部都可以做得到。有时候适时的去依赖对方，然后对方帮助你之后，开朗的或者是可爱的跟对方说，真的很谢谢你，我很开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把自己心里面那个比较可爱的部分，比较孩子的部分，或是比较天真，比较不矫揉造作的部分，就是尽量呈现出来这样子。
那有时候就是呆萌呆萌的，也许会比较好。OK， 好。OK， 那我们这一组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柠檬汽水和信件的朋友，你心里面的假想敌到底会不会动摇你的感情地位呢？我们来看看哦。OK， 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一下你心中喜欢的那个人，他对你还有对你的假想敌是什么样子的想法跟感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边是你的部分，那这边是假想敌的部分。OK， 拿不起来。好。这一组的朋友，我会觉得你喜欢的那个人，应该有很大的概率是，你们应该也是已经在一起了，或者是已经在婚姻之中的一个状态。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个部分。OK，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会觉得这个人你喜欢的那个人，他其实是对你是有一种执着跟一种就是保护，甚至可以说他觉得你已经是他的了，就是你是他的。那再加上这个宝剑五的话，它是一个胜利的
一张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你们在之前就是他已经赢得了你这个人的感觉。OK， 好。那对于你的假想敌哦，我会觉得他给你喜欢的人的一个感觉是，就讲话比较尖酸刻薄，然后有时候很情绪化。那甚至我会觉得可能对你喜欢的那个人而言，这个人他可能不是那么的独立自主，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很情绪化的，就是那我就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做了，或是就是会有点独断独行，而且是没有任何逻辑的一种感觉哦。所以其实就观感上面而言，我会觉得你这边是比你的假想敌好很多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你的假想敌希望，或者是就是期待你喜欢的那个人怎么样子的对待，这样子。我们先看你的部分。我觉得你会很希望他很多的事情可以配合你，你们两个可以彼此协助，然后一起努力的感觉。那所以我会觉得在很多的你这边的牌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关系是应该是还可以，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在一起的，或者是已经在婚姻状态之中的，所以才会希望对方是要同心协力的一起去处理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一起看到远方的理想，看到一起的梦想，描绘的梦想的那种感觉。你要望远镜这样子。OK， 那假想敌这边呢，他会希望他能够成为你喜欢的那个人，有什么事情可能都会跟他讲，然后会就是把他当做怎么讲啊，心灵的避风港，然后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他讨论商量，他会想要有这种感觉，就是希望你喜欢的人能够把他当做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或者是一个像心灵导师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哦。OK，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会希望你喜欢的那个人跟他走到就是在一起，或者是结婚这样子，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哦。OK， 他自己的期望，他心中的一个期待，不是代表现实哦。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还有你的假想敌彼此是怎么样子想对方的。你会觉得你的假想敌没办法赢你，然后已经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了，但是你会觉得你的假想敌其实也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啦，这样子就是有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然后有就是老老实实的在过生活或什么的，有努力。你看，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努力，然后出现这张的话，我会认为可能你的假想敌他的年纪会是比较年轻的，年纪是比你小的，或者是他可能就算他年纪比你大，可能做事会比较没有那么有经验的感觉，或是比较没有那么
稳定的感觉。OK， 好。那假想敌这边呢，他就是把你当成是他的情敌耶，就是也不一定是感情上的哦。如果你们两个是处在同个业界，或是处在同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的话，他就是把你当成他的对手这样子，他天生的对手的感觉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但是他会觉得你没有在努力，你没有很努力，就是觉得你可能好像散散漫漫的，没有在努力面对你自己的可能课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目标之类，他会觉得你没有在努力，可是他是把你当成他的人生对手，就是各种领域的人生对手。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的假想敌他接下来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接近或者是展开一些行动，就是接近你喜欢的人，或是展开什么样行动呢？那这张是太阳倒着，我会觉得他会开始，我有点担心他会开始，也不是说装可怜，就他可能会尽量的，就是好像说自己的状态不好，自己从前有很可怜的身世或是什么，就是好吧，就有点感觉卖惨，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很需要人家就是跟他聊天或什么的，然后借此去接近你喜欢的人。要小心哦，吼。就是他会开始就说，我就是过得很不如意啊，我考试没有考过啊，或者说什么我上次什么事情搞砸啦，或是我之前有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原生家庭以前是很可怜啊，什么什么的，就他会讲一些，或者是会尽量表达一些他的不顺遂，他的辛苦。他的失败或什么的，然后有点像是要讨拍或是卖惨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然后趁机可能就是去打电话或是去找你喜欢的人，就是陪他聊天，然后请他开导他的那种感觉这样子。OK， 那你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对付他哦？我跟你说哦，你不要太自满哦。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是，就是你们两个可能是已经在一起，或者是你很确定的是你在你喜欢的人的心里面的一个地位是目前是最好的、最高的一个地位，最稳定的。但是你不要因此就松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key card 这一张啊，这一副雷诺曼牌，它里面其实有2张 lady， 那这个 lady 其实就是小三的 lady， 所以就代表是你的假想敌，就是他。那又加上这个 later， 所以我会觉得他真的会去联络，主动的一直去联络你喜欢的人。去跟他聊天，就是见缝插针，去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然后甚至我觉得有可能会趁机表白，趁机告白，有很大的概率哦，所以你不要掉以轻心哦，这非常可怕欸。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他会行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结果，就是你心里面喜欢的那个人，他到底比较喜欢你，还是假想敌？
不好意思，我回来了，因为我刚喉咙一直怪怪的，所以就稍微去喝了水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我再稍微再说一次，还是有点怪怪的。好，我们刚才有抽出两边，就是就结果而言，你喜欢的人，他到底比较喜欢你，还是比较喜欢你的假想敌这样子。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你的假想敌可能之后会对你喜欢的人展开行动，就例如说可能甚至会告白，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东西。那我会觉得你喜欢的人他并不会接受，他不会接受你假想敌的喜欢或者是他的好意，他不会接受。就3到6个月之内，目前他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不会接受的，所以你可以稍微放心。好，那对于你的话呢，我觉得他现在我觉得他是比较喜欢你的，这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就两边的牌面上来看的话是这样子。那他应该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跟你一起去实现，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想象，就是如果跟你的话，可以一起去哪里哪里，可以一起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甚至还会牵扯到你们之后如果在一起，如果还没有在一起的情况，那还没有在一起的人，你们就会开始，可能他就会开始构想说，那之后在一起了之后会什么样子的一个理想图。然后如果是已经在交往了之后，要打算有一天会结婚，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可能会置产，或者是可能会就是生个宝宝啦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梦想的东西在他的心里面无限描绘这样子。那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你们还没有的，就还没有完成的。OK， 可是这一张我就比较担心，就是因为从这一张钱币4，还有就是宝剑5，就宝剑5，我记得，连带这张宝剑8，我会有点担心他，或者是你，或者是2个人，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其中一方或是2方彼此都是会给对方一些限制，或者是限制自己，就是可能占有欲或管得比较严的一个状态。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看能不能你们沟通一下啦，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请你们可能沟通一下，因为这个就是如果就是束缚太多，或者是太严重的话，我觉得对感情会反而是一个伤害。就是抓得太紧反而是不行的。那再来就是也有可能是是对自己的一个束缚。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能可以沟通一下，如果你有发现就是他会给自己很多设限，或者是给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牢笼跟一个规则，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的感觉。就例如说就是因为交往了，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女生的朋友或所有男生的朋友电话都删掉，这样子之类的。那可是其实你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就是会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或者是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行为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可以使感情长久。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很在意这个点的话，如果他也自愿去这么做的话，那我觉得倒是无所谓。只是因为我看到这张牌会
就有点会想到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我今天喉咙状态怎么了？ OK， 那我们今天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可乐和庭园卡牌的朋友，你心里面的假想敌，他是否能够动摇你的感情地位呢？我们来看看哦。OK， 我们来解牌吧。这一组我会觉得有点奇妙诶。好，那左边这边是有关于你的资讯，右边这边是你的假想敌的一个资讯。那这一次我会觉得，我就单就牌面上的感觉而言哦，我会觉得你的假想敌是不是你现在喜欢的人的可能前女友，或者是正打算要分手的女朋友之类的？就是照目前而言，他可能比较是正宫，或者是可能是之前的一段感情，而且可能也还完全没有结束的一个感觉。然后你接下来才要开始真的就是转正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好，来，我们总之来解说吧。我们先来讲你喜欢的人对于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想法。我会觉得你们两个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牌出现，其实就它本身出现，基本上那个能量就会有。
所以它是倒着的圣杯二。那圣杯二其实在小阿尔克纳里面算是恋人的牌了，但它还没有转正，然后也还没有成功，因为皇帝的牌代表成功嘛。所以我会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暧昧的状态，还没有在一起，还没有的一个感觉，比较接近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假想敌这边哦。太阳倒着就代表失败，还有不开心，然后事情不顺利，还有就是魔杖三倒着代表不合作所以我会觉得他现在跟你的假想敌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哦。所以就代表你的假想敌可能极度的跟你现在喜欢的那个人想要可能分手，或是极度的想要撇清关系之类的，就是反正他说什么他就不合作，然后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感觉，这样子。OK，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是你的期待期望。那我会觉得你很希望是你喜欢的人的天才，然后你很希望他把你转成正宫，就是他可以把你当成可能就是女朋友，正正经经的女朋友了，或者是真的就是自己的太太、夫人，或者是可能老公、男朋友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希望你在他的心目之中是可以完全符合他心中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的一个样貌。那反观你的假想敌想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晚上是会几乎就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耶，就是他一直很烦，然后或是很伤心，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这一些状态而言，这些牌面上来看，我会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是处在于可能吵架要分手，或者是已经分手了，然后还是有一点，有时候会有联络，或者是还有一点残余的什么事情没有解决的感觉，这样子。那就算没有分手，状态也不会太好，这样子。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你怎么样子看待你的假想敌，或是你希望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特别想要他们赶快的，你没有想要逼他们赶快切断，或者是赶快进入下一个，就是你们这边你也不会想说，真的要非常快速的进展，就是不会，你也不会想说那就你们那边赶快断掉，也不会。我觉得你是有在等待，而且是我觉得你是有付出耐心在等待的。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不想要逼他们把事情赶快处理。那你的假想敌呢？他是怎么样子看待你的？我觉得他第一，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的存在，然后他也应该知道他喜欢的那个人他会选你。就是他知道，然后他也很知道，他现在你心里面的那个人，他的心是向着你的，他知道。
那建议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子去行动会比较好哦。这一张是魔杖国王，那它是倒着的，所以宇宙会希望你不要这么乖巧的等待，不要这么的为他们着想。他觉得你要就是暴走一波，就是该任性该发脾气的时候就发脾气就任性。然后他觉得你要催促他们，就是宇宙认为你要去催促他们，去 push 他们把这个事情解决，有一个决断。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你的假想敌会有什么样子的行动哦？会是女祭司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她是一个感觉比较冷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会认为她接下来会让自己尽量的呈现一个就是清心寡欲，然后尽量回归完全的理性，然后有点冰冷的感觉。但是他会希望让自己保持在一个理性，然后端正公平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不希望自己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 key card。key card 呢，这是庭园跟爱心跟 heart。那我会觉得我觉得你可能多的约你喜欢的人出去吧。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多见面，然后多约会，或者是就是多接触、多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你这一次来看我这个频道，这个动画的选择这个选项的朋友我会觉得你的感情是会成功的。我觉得你感情是会成功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好了，抽2张牌看一下结果。OK， 我觉得他基本上他心里面是只有你啦，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可能缺少了什么样子的一些要素，或者是他这边可能很难那么快的处理好。我觉得特别你可能要小心，我看到太阳跟这一张，我会有点担心，还有这一张，我会有点担心这个你的假想敌的这个女生，她可能搞不好情绪会有点不稳，然后就是会担心会不会伤害自己之类的啦。就是所以我觉得才会这么的难切断她这边，然后他可能表面上会装没事，可是我会觉得他如果就是情绪波动太大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害自己，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做些可怕的事情。所以
变得说你们这边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开始，但是他心里面只有你，然后可能我觉得至少还要个大半年吧，就3到6个月。那他这边，你看他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轻易的，那么直接的就下决断的一个感觉呢，而且又有宝剑随从的话，就是感觉他一直在警觉这个人，他一直在警觉你的假想敌，就是在观察他，或是注意他有没有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或什么的，动不动就是稍微看一下这个人他还好吗？这样子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要处理好，需要很多很多的计划跟好好的去做处理，会有这种感觉。好，那所以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我会觉得他是喜欢你的。那他们这边应该已经，我觉得应该已经很难收拾了的一个状态。那，但我会觉得他们是他们，你们是你们啦。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只是说他这边没有那么快的处理完，所以你们这边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全心全意的开始，这是困难的点，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就再等等吧，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不吵不闹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可能再等一阵子吧，可能看如果时间拉长，或者是空间放远一点，会不会让这个人比较好，收拾心情，或者是比较好能够放手这样子。OK， 那这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今天的导读已经全部都结束喽，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给我。那还是要祝福大家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然后战胜自己的敌人，好吗？OK，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